，Leo 笔给你，干什么？写一个字，随便哪个，写你最熟的那个。现在？现在给你5秒，等一下，我想想。5秒到了。小月，你先别急，我脑子里明明有那个字。你有的是它的样子。对，我能看见它长什么样，可是我的手不知道从哪一笔开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事。太丢人了，这个字我至少学过300遍。不丢人，而且我先说一句话，你可能会好受一点。你说，这个字我也不一定写得出来，你是中国人？中国人也忘。这件事我们待会儿细说。小月，我这2年最崩溃的就是汉字，我知道，你以前跟我说过好几次。我背了2000多个字，你现在随便挑一个让我写，我大概能写出200个。那另外那1800都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就像水一样，从我脑子里漏出去了。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你记不住，具体是怎么个记不住？什么意思？记不住有好几种，你得先知道自己是哪一种，才知道该吃哪个药。还分种类？分，至少3种。你说，我对号入座。第一种，我把字写出来，你看见了认的，可是让你自己写，写不出来。这个是我，100%是我。第二种，今天背会了，明天再看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这个也是我。第三种，这个字记住了，可是它旁边那个长得差不多的，你们俩开始打架。小月，你这是在描述我的一生。那说明你3种都占了，但这3种问题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第一种是被动认识，你的眼睛认识它，你的手不认识它。眼熟手生。对，就是眼熟手生。这个其实不是病，不是病。一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。第二种是你根本没有用过它，我背了。背不算用，你在本子上抄20遍，那个字一次都没进过你的一句话里。那第三种呢？第三种是你把它们分开学了，长得像的字要一起学，你偏偏1个星期学一个。那不是更清楚吗？不是，它们只有放在一起，你才看得见区别。好，我先把第一个问题问完。你刚才说眼熟手生不是病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可能一开始就设错了目标。我的目标不就是会写汉字吗？我反过来问你，你上一次真的用笔写中文是什么时候？我想想，上个月吧，签一个快递单。签的是你的英文名还是中文名？英文名，中文名我怕写错。那你平时跟中国朋友聊天用什么？打拼音，打拼音。你打的时候是不是拼音一出来，你从一排字里挑一个？对啊，我一眼就能挑对。那你不就会了吗？可是那是选择题。现在的中国，日常生活里的中文90%都是选择题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一天写多少字？除了签名，几乎不写。那你们不会退化吗？退化了。这个现象我们还有个专门的说法，叫提笔忘字。提笔忘字，就是笔拿起来字忘了。对，笔尖都碰到纸了，脑子里那个字突然就散了。中国人自己也这样。太普遍了。我跟你说件我自己的事，说完你就放心了。你说，你说。我店里不是有个手写的价目牌吗？那个小黑板我知道。上面有一款蓝莓千层，那个梅字我写错了。错在哪儿？草字头下面我多写了一笔，写成了另外一个字。挂了多久2个星期，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。那最后是谁发现的？一个学中文的外国客人，他站在牌子前面看了很久，然后特别小心地问我，这个字是不是写错了？他不好意思说。他脸都红了，他怕是自己认错。结果是老板写错了。结果是开甜品店的杭州人写错了。所以你今天写不出来那个字，真的不用觉得丢人。小月，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。但是我还要把话说完整，我不是让你放弃手写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把一个大目标换成2个小目标。哪2个？第一，看见能认；第二，想说的时候打得出来。那手写呢？手写留给一小部分字，
20个到50个，够你签个名、填个表、写张卡片就行。20到50，我一直以为要2000。你要能认2000，能写50，这两个数字差得很远，累的程度也差得很远。小月，你今天这句话可能帮我省了1年。所以你以后再说记不住，先问自己一句：是认不出来，还是写不出来？这两个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，认不出来才是真问题，写不出来大部分时候不是。好，那我们说认，我怎么才能认得住？从这儿开始就是真正的方法了。第一件事，你得改一个观念。什么观念？你现在是不是把汉字当成一幅画在记？对，我就是看着它的形状，然后一遍一遍的抄。所以你才会漏。画是没有零件的，你只能整个记住。那汉字有零件？有，而且大部分汉字都是拼出来的。拼？我举个例子，你认识请客的请吗？认识。那清水的清呢？也认识。晴天的晴，还有心情的情，都认识。这4个字右边是不是一样的？都是那个清。那它们念起来呢？好像也差不多。这就是我说的零件，右边那个清是给你标音的。所以看见清，我就大概知道它念什么。8、9不离10。那左边呢？左边告诉你它跟什么有关，3点水的跟水有关，所以是清水的清。日字旁的是太阳，所以是晴天。对，竖心旁跟心有关，所以是心情。小月，这个我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。你们老师没讲吗？讲过偏旁，可是他只是让我们背偏旁表，他没告诉我这两个部分是分工的。一个管意思，一个管声音，10个字里8、9个是这么来的。那我以后看见一个心字，其实可以猜。可以猜，而且猜错了也没关系，猜这个动作本身就在帮你记。为什么猜错了也有用？因为你猜的时候，脑子在主动动，抄20遍的时候，脑子是关着的。那我再验证一下，3点水的字是不是都跟水有关？你说几个我听听。海、酒、汤。全对。等一下，洗澡的洗也是。也是。你看，你已经会用了。那提手旁呢？提手旁跟手的动作有关，打、拿、找、推。这几个真的都是手在做的事。足字旁呢？你猜？脚、跑、跳。还有路。小月，我感觉我这2年学的是一堆碎片，你现在在帮我把它们串起来。本来就是串着的，只是没人给你线。那我问一个更贪心的问题，零件我知道了，可是我还是记不住怎么办？那就用第2个办法，编故事。编故事？把零件编成一个画面。我举个最简单的，休息的休。那个字左边是个人，右边呢？木、树。一个人靠在树上，在干什么？休息。这个字你以后还会忘吗？不会了，这也太好记了。再来一个，安全的安。上面那个是宝盖头像屋顶，下面是女字，一个女人在屋子里，所以是安全。家庭的家也是宝盖头，下面是一只猪。猪。古时候屋子里养着猪，那就是一个家。小月，这些故事是真的吗？有的是真的，有的是后人编的。那边的还能用吗？能用，这一点你一定要听清楚。你说，故事的作用不是告诉你真相，是给你的脑子一个抓手。抓手。你记不住一个形状，但是你记得住一个画面，哪怕这个画面是假的。那我可以自己编。最好你自己编，别人编的故事你要背2遍，你自己编的1遍就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编的时候用了你自己的生活。这个我懂，就像英语里记单词，你把它跟自己的经历挂上，就忘不掉。一个道理。好，那我现在有零件，有故事，还有吗？还有第3个，而且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。比前面2个还重要。对，前面2个是帮你记住，这个是帮你不忘。那是什么？别单个记字记词。这2个不一样吗？太不一样了。我问你，以为的以是什么意思？以。说不出来吧？我知道这个字，可是我说不出它是什么意思。
因为它单独放着的时候几乎没有意思。那它怎么用？可以，所以以为以后它必须跟别的字站在一起才有意思。所以我背一个孤零零的蚁，等于什么都没背。等于你背了一个零件，但是你没有见过用它做成的东西。那再举一个，生，这个我知道，出生的生。那生日呢？生气呢？学生呢？生活呢？花生呢？等一下，花生是什么？一种吃的，你天天在我店里吃。那这个生跟出生有什么关系？几乎没关系。那我背这个字的时候，我到底在背什么？这就是我要说的。中文里，你查字典查的是字，可是你说话说的是词，我一直在背字的。所以你才会觉得背了2000个，一句话都说不利索。小月，这句话有点扎心。我不是要扎你，我是想让你以后每记一个字，顺手记2、3个词，多花的时间不多吧？多花2秒，省下来的是以后的2个月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字要放在词里，而且词最好放在句子里。那不是更慢？可是不用回头，你现在快，但是你一直在回头。我确实一直在回头，有些字我学过3遍了。3遍还忘，说明前3遍的方式有问题，不是你脑子有问题。谢谢你这么说。那我们说说第3种病吧，长得像的那个。这个最烦人，可是也最好解决。怎么解决？成对学，它们本来就是一对，你不能拆开。给我几个例子。奶和麦，这2个我永远搞反。那你现在听好，麦比买多一个头，多一个头，麦的上面多了一横，你就想成一块牌子。要卖东西，得先把牌子举起来，举牌子的是卖，那没举牌子的就是卖。以后一看头顶有没有牌子就分出来了。小月，这个我记住了。再来，大和太，太就是大多了一点。你自己说出来了，太大了，太多了，太就是比大还多那么一点点。这个太妙了。再来一对，自己的几何已经得以，这2个我每次都要盯半天。自己的几中间那个口是敞开的，因为你的事还没做完。已经的已呢？已经的已那个口封上了一半，事情已经过去一半了。敞着的是我，封上的是过去。你记法比我的还好。还有一对我特别想问，周末的末和还没有的未，这2个只差一横的长短。对，我完全看不出哪个长。末字上面那一横是长的，长的那一横在最上面，说明到顶了，到头了。所以是末尾。未字上面那一横短，还没长到头，所以是还没有。一个到头了，一个还没到头。小月，这个真的比我背笔画有用10000倍。所以我说，长得像的字不是敌人，是室友。室友？你只有把2个室友放在一个房间里，才分得清谁是谁。分开看，2个都像。对，以后你再遇到一对容易混的，别躲开，把它们摆在一起看30秒。30秒就够了。找到一个你自己的记法就够了，找不到就编一个。好，小月，我现在想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问，我时间不多，我每天最多半小时，我应该先学哪些字？这个问题问的比前面所有问题都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人败在顺序上，不是败在方法上。那顺序应该是什么2条线，第一条最常用的那1000个字。 ？1000个能覆盖多少？你在街上、菜单上、手机上看到的字，10个里有9个都在这1000个里面。那剩下那些呢？剩下的是长尾，你以后遇到再说，现在不值得花时间。第2条线第2条线是你自己的生活，什么意思？你每天都会遇到的那些字，优先拿下。比如，你每天点外卖吧，那你就先把外卖软件上那些字全部吃掉。那确实天天见。你还教小朋友英语，那你办公室的表格、通知上的字也优先。这样我一天能碰到好几次。对，这就是最省力的复习，你不用另外找时间，生活替你复习。可是课本不是这么排的，课本要照顾所有人，他不知道你是谁。所以我可以不按课本顺序。你可以在课本之外加一份属于你自己的字表。
这个主意好。那复习呢？我背完第二天就忘。那是正常的，忘记是必须发生的。忘记还是必须的。你的脑子每天收到那么多东西，它得扔掉一批。你要做的不是不忘，是在它快扔掉的时候提醒它一次。什么时候提醒？今天学，明天看一眼，过一个星期再看一眼，过一个月再看一眼。越往后间隔越长。对，每次它快要掉下去的时候，你把它拖一下，拖几次它就稳了。一般4、5次，这个字就长在你身上了。那比我一天抄50遍轻松多了。一天抄50遍，是你把4、5次的力气全用在一天里了，而且第二天全忘。因为你没有给它第2次、第3次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个不花时间，但是很多人想不到。不花时间，我最喜欢这种。出门认字。出门认字。你在中国，对不对？你出门的时候，眼睛往哪儿看？手机。把手机放下来，抬头看招牌。招牌上的字我一半不认识。那更好。招牌上的字有一个特点，它们都是最常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店家要让所有人一眼看懂，他不会用生僻字。所以街上全是高频字。地铁站名、公交站牌、菜单、路边的广告全是。而且我每天都路过。这就是我说的环境替你做卡片，你不用做，它一直在那儿。小月，我今天出门试一试。你试试看，从我店门口走到地铁站，你能认出多少个字？如果有不认识的呢？拍下来，回家查一个，最多查3个，别贪。为什么最多3个？查10个，你今天晚上就放弃了；查3个，你明天还愿意出门。这句话说得对。学中文这件事能不能坚持，比一天学多少重要的多。小月，我现在想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。哪个？手写。你说只要写50个字，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不甘心。说说看，为什么不甘心？我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如果我永远不会写，我好像跟这个语言隔着一层。那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感觉不是错觉。不是错觉。写字这件事有一个用处是打字给不了的。什么用处？你写的时候必须一笔一笔来，你会被迫看清这个字的结构。打字就不用看。打字你只要认出来就行，可是认出来的那个印象是模糊的，所以我才会混。对，你混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拆开看过它。那手写就是在拆。写3遍，比看30遍更能让你看清一个字的骨头。所以手写还是要练。但是别拿它当目标，拿它当工具。工具和目标有什么区别？当目标，你会想，我要写出2000个字；当工具，你会想，这个字我老是混，我写它3遍看看。一个是任务，一个是解决问题。而且第2种，写完就可以停。小月，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这一句。那你告诉我，你那50个字里，第一个想拿下的是哪个？这个我早就想好了。说。我的名字。陆子谦。对，爷爷给我取的，我到现在写不利索。卡在哪个字？天，那个字太复杂了，我每次写到一半就不知道往哪儿走。那个字确实比话多。小月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。你说。去年我奶奶过生日。你奶奶不是一句英文都听不懂吗？一句都听不懂，所以那张生日卡片我一定要用中文写。你写了写了40分钟。40分钟？我把手机放在旁边，一个字一个字照着抄，抄一笔看一眼手机。那不是写，那是画。对，我是在画，而且画得很难看。奶奶怎么说？她拿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，念得很慢。她念完了吗？念完了，念到最后我的名字的时候，她停了一下。停了一下。她说：“这是你爷爷给你取的名字。”然后呢？然后她把那张卡片贴在冰箱上，到现在还在那儿。Leo。所以你刚才说50个字够了，我心里其实有一句话没说出来。什么话？50个字够用，可是有那么3、5个字我不是想用，我是想写好。我懂。那3、5个字是我奶奶的名字，我爷爷给我取的名字，还有谢谢。这3样跟够不够用没有关系。对，跟够不够用没有关系。
那我们今天这期最后就说这个吧。说什么？汉字这件事，很多人一开始是被吓退的，2000个、5000个，笔画那么多，光听数字就想放弃。可是没有人是靠背完2000个字才开始生活的，那是靠什么？是靠一小把字，用到不用想，然后这一小把慢慢变大，先窄后宽。而且你会发现越到后面越快，因为零件就那么多，你见的越多，心字里熟悉的部分就越多。一开始最难，一开始最难，你现在正在最难的那一段，所以你觉得漏。那我熬过去以后呢？过了那一段，你不是记得更牢，是需要记的东西变少了。因为都在拼旧零件。对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别死记硬背，先把零件认全。小月，我今天要把这几条重新说一遍，你听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，第一，先分清是认不出来还是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大部分时候不算问题。对，第二，汉字不是画，是零件拼的，一个零件管意思，一个零件管声音。继续。第三，记不住就编故事，最好自己编，假的也行。第四呢？第四，别背单个的字，背词最好放进一句话里。还有，第五，长得像的字要成对学，摆在一起看，别分开。第六。第六，先学最常用的1000个，加上我自己生活里天天见的。最后一条，复习不用多，再快忘的时候拖一下，4、5次就常住了。而且出门抬头，街上全是免费的字。六，你今天这个总结比我说的还清楚。因为今天这些我是真的听懂了，不是记下来的。那我们来做最后一件事。什么？笔还在你手上吧？在。写一个字。又来。这次不限时间，你自己挑，挑一个你今天真正拿下的。那我写休息的休。为什么是它？因为它是我今天第一个不用想的字，一个人靠在树上。写吧。写完了。好看吗？不好看，可是这一次我知道我在写什么。这就是今天和1个小时之前最大的区别。1个小时之前，我脑子里有个影子，现在我手里有2个零件。那我给你留个作业，也给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留一个。你说，这1个星期别去背新字，挑10个你已经学过，可是老是混的字。只要10个。10个，每个字给它配2个词，编一个你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出门去街上找他。找到了呢？找到了就当他跟你打了个招呼。这个我喜欢。我还想问问在听的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不是问你认识多少个字，是问你哪一个字是你查了5遍还是记不住的那个。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。写在下面，把那个字告诉我们。我先说我的，谦虚的谦，我的名字里那个。那我们下期就从你们写下来的这些字里挑几个，一个一个拆给你们听。那我可要好好准备一下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下期见。这个星期别再抄字了。抬起头，从你家走到地铁站，一路上的字都在等你。